只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？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莎莎，表姐啊，我今天真的很忙，你可以改天再来啊。你今天不回答我，我就不走。我知道的已经告诉你了，你还想我怎样？我只是想知道我妈妈是不是回来了。不知道。我在商场明明就是看到她，如果她回来了，一定会通知你，除非她从来没有离开过，一直在你家。怎么可能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难道你就也看不出来吗？你想想看，我这个人像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吗？所以嘛，这一点阿姨比你更清楚。如果她真的是有心要躲你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把行动告诉我呢？我只是希望她不要一直躲着我。我想找个机会跟她好好谈一谈。如果她主动联络你，你帮我转告她好吗？都说他不会联络我的。我说如果。表姐啊，我今天真的很忙，我还要做网络直播，而且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还有很多资料要准备。知道了，不打扰你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。谢谢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找我什么事啊？他好像开始怀疑我啦。你约我出来，不会只是为了这小事吧？我时间很宝贵的。你能替我想想办法吗？如果你真的害怕的话，就回家收拾行李，离开景家。这怎么行？离开他，我和孩子怎么办？你能不能说些有建设性的话？可以啊，那你跟他坦白一切啊。你不是说他很疼你的吗？你疯了！现在跑去跟他说，不就等于把自己赶出门？那我也没办法啦。吴佳明，我今天搞成这样，你也要负责任。喂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要不是当时你怂恿我嫁入豪门，我今天需要干这种事，害我整天提心吊胆的。当时我是看你当你家的情妇，当得这么没出息，迟早人财两失，我才帮你想这个办法，让你登堂入室，当个少奶奶的。一切是你自愿哦，不要赖我。喂，今天下午的会议帮我提早吧，我午餐过后就回来。为什么我们会在一起？别跑！别跑！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我就杀掉他！那时候我叫他别动，我去看到小孩了，小孩在哪里？就在那个角落。你确定，当你看到小孩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周遭有其他人？这一点我真的不记得了。当时我一心想把匪徒抓住，没有留意周围的情况。那个小孩究竟长什么样子？他还有没有其他特征呢？我不大清楚，是一个6、7岁的小孩吧，因为他很矮小啊。你真的确定亲眼看见那小孩？
还是你的错觉啊？真的有看到，我没有说谎。阿福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能来帮你的。泰明，艾文，哎，来，坐下再说吧。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有收获，众人还在找小爱子的下落。美琪啊，你确信阿福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？他是我们的委托人，我们不是应该相信他，找出证据，还原真相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找不到证据，应该怎么做？我只是想尽我所能，帮阿福翻案。在处理案子，不管你再怎么有信心都好，你都应该有一个 Plan B。我知道，尤其是这个案子，那就算让你找到小孩，我们又怎能确保法官会相信一个小孩的供词呢？我只是不想轻易放弃这个机会。那当然，中人那方面可以继续找小孩，但是我们这方面必须想办法解答，为什么阿福在面对匪徒的时候反应会这么激烈？你的意思是？我觉得阿福过去的经历有必要带上法庭，让法官能充分理解什么原因导致阿福这一次的行为。我明白你的用意，只是我担心控方会借机会大做文章，反而会有反效果，害到阿福。其实阿福过去的经历也不是什么秘密，控方迟早都会找到的。不过，如果我们能抢先一步把事情说出来，法官自然就会倾向我们。就不知道阿福愿不愿意这样做。这一点就要靠你了。刘大福先生，请让我们了解一下你的家庭背景。我有6个兄弟，我是老三，我父亲无业，母亲是做散工的，每天没日没夜的做，赚来的钱都不够我父亲买酒喝。我父亲是个无赖，整天到处找酒喝，喝醉了就拿我们来出气。还好他早死，在我16岁那年他就过世了。可怜我母亲，因为累坏了身体，很快的就跟他走了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离家出来找工作，养活自己。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也不是很好了。请问你最高的学历是？我念完初中就没有再继续念了。也就是说，当年你只有16岁，就孤身在外。那请问你是怎么过活的？我像我母亲一样，什么工作都做，但我比较笨，什么都做不好。17岁那年存了点钱，考了执照，就当了司机。还很幸运的认识了我老婆。当年我在一家建筑公司的工厂工作，一做就好几年了。在我第一次遇到阿莲时，我的目光就深深地被她吸引着。她在工厂是一名书记，很快的我们就开始交往，然后就结婚了。她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穷，跟着我省吃俭用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不久后，她怀了我们的孩子，跟她在一起的日子，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日子。当我以为我真的是苦尽甘来了，以往不幸福的日子终于结束了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我根本不配拥有这一份幸福。有一天，当我们一起回家的路上时，拿枪啊！拿枪啊！拿枪啊！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老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当年也不是我的懦弱，那就不会死了那么早。我不只失去了他，我还失去肚子里面的孩子，是我害死他们的。刘先生，
如果上天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，让你回去失去你太太的那一刻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什么都不会想，我一定会保护她，拼了命我也会保护她的。被告，请控制你的情绪。怎么了？很累啊？来，你打。跟高手过招就是这么的累，稍微松懈一下都不行。打感情牌这一招好像似乎挺管用的，整个局势又扭转过来了。能不能扭转局势还言之过早。虽然后生可畏，但是我也不会掉以轻心的。那你等着过招吧。我随时奉陪。待会儿见。待会儿见。你的小姨子还真有性格。她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，有一点点小姐脾气，你不要跟她计较。我怎么会跟她计较？我只关心阿福的状况。她怎么样了？他的情绪总算平复下来。他当了我这么多年的司机，我竟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遭遇，真的很惭愧。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提起，再多的关心，只会让他更难受。你现在帮他做的，才是他真正需要的。对了，刚才阿福陈述他太太遭遇的时候，我看到法庭内有很多人备受感动。我相信你的策略已经奏效了。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最关键的一关还没过呢。尤大夫先生，听了你和你太太的一段往事，我们的深表同情，也感到非常的遗憾。正因为有过这样子的经历，你不想让悲剧重演，所以在面对到死者钱进财的时候，你才会竭尽所能的不让他再伤害任何人，对不对？是的。请问，当年杀害你太太的那名凶手，是否已经抓拿归案？没有。那也就是说，下次如果再让你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，你就会把对方想象成杀害你太太的凶手，施以报复，对不对？反对。所以一有机会的话，你恨不得把他们一一都杀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杀害钱金财根本就是出自报复，而并非自卫杀人。反对，法官大人，我反对控方律师一再提出假设性的问题，企图混淆我的当事人。我为刚才所做出的假设道歉。那我换另外一个说法好了。刘先生，如果我现在告诉你，警方刚抓到一名嫌犯，他的特征跟当年你所描述的人一模一样，也就是杀害你太太的凶手，你会怎么做？反对，问题跟本案无关。反对有效，被告无需回答。找到了，那个人渣在哪里？他人呢？给我说清楚一点。米奇，米奇，带我去找那个人渣啊！被告，请保持冷静。他人呢？给我出来！抓住凶手的事根本就是无中生有，控方真的是太过分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知道控方是你的小姨子。没关系，我也没想到他会使出这一招，把我们慰安妇苦心经营的形象给毁掉了。到了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小孩，这样下去，我担心对阿福很不利。还没到最后关头，千万不要放弃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哎，Michelle，在谈这尤大福的案子啊，都差不多了。我去看看终于有什么进展，你们慢慢聊。好。他表现怎么样？冲劲是有的，不过跟大部分新人一样，有时太理想主义，看事情不够全面，要花时间把他的棱角磨掉，他就可以大放异彩。你对他的评价还挺高的嘛，不会是因为你跟他妈妈的过去，所以才对他特别关照吧？你第一天认识我，我像这种公私不分的人吗？好啊，既然你把他说的那么好，这场官司结束后把他让给我，我快被那个 Andrew 气死了。你比较有耐心，
麻烦你花多点时间，把他身上的棱角通通抹掉。你都开口了，我能说不吗？律师公会的 annual 呢？到时一起去吧。好啊。哎，Michelle，这阵子我跟曼妮打同一个官司，为了避嫌，我自己一个人搬出来住了。有空的话，随时欢迎过来。喂 ，Daddy， 在忙啊？还好，这有事吗？也不算是什么急事啊，我只想知道你今天上庭的结果如何啊？奇怪了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上庭的结果？就是因为太久没督促，担心你松懈。你可别告诉我今天的表现不好啊。虽然姐夫一开始打输赶金牌，不过应付得了。而且之前你要我注意的事我都准备了，我现在只是担心法官不知道会不会给被告同情分。你放心啊，这个法官也算是我老朋友。按照我的了解，我相信啊，他会客观看待这件事情，你不用担心。有你这句话我就安心了。你啊，难得有机会和你姐夫这么资深的律师交手，这对你来说啊是一个很好的考验。我可不希望啊你丢温家的脸啊。你想太多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丢脸的。我对你有信心，加油！我相信将来啊，你一定会超越我的成就。求你贵言。果然是我的女儿。哎，对了，你妈煮了你喜欢吃的红烧狮子头，你早点回来啊，我们回来再聊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我已经找遍了商场周围5公里内所有公家或私人机构，他们都说他家里的小孩都不会独自外出，更不用说案发时间出现在商场的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尽了力。也不能怪你，本来就是海底捞针。我在想，我当初是不是应该劝阿福认罪？如果他真的有罪，要关几年呢？至少10年。10年？他拼了命做匪徒，竟然获得这种下场。法律就是这样，就算你不服，也得遵守。美琪，我会战斗到最后1分钟，你放心吧。表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有种小脚给你，你自己看看。武家明，没错，又是这个武家明。武家明跟 Ella 不止约在外头见面 ，Ella 还多次上他家门，每次都有1-2个小时。以我当记者的直觉来看，他们的关系绝不一般。你是说他们有私情？你自己想想。那个贱嘴律师当初为什么那么卖力的帮简俊豪打离婚官司，还主张不给你赡养费，不就摆明要简俊豪的身家不缩水，让 Ella 坐享其成吗？如果简俊豪这时发生了什么事，最大的受益人会是谁呢？我看到时候他们2个就会拿着简俊豪的钱一起双宿双飞了。你不信啊？我还有一个更惊人的内幕。什么内幕？武家明跟 Ella 小时候在恩慈儿童之家待过，马阿姨的孤儿院。是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从小就认识的青梅竹马。吴律师，以我们的关系，你特地约我出来，应该不会是纯粹想请我喝酒吧？
不过我事先声明，除了谈跳槽的事情以外，其他的我一概没兴趣。跳槽到你的公司，绝对不会发生。世上无绝对。我跟你是不会有共识的。是吗？怎么那天在法庭上，我看到你盘问你自己的母亲的样子，那么像我的，你应该不会是跟我学的吧？你想太多了。你骨子里分明就是一头恶狼，何必扮成一只小绵羊呢？我今天约你出来，不是为了谈这些。那我们就应该没什么好谈的。等一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5分钟。你跟 Ella 是什么关系 ？Ella， 你是说简君豪的现任太太啊？不要再装了。我知道你们俩都在马阿姨的孤儿院一起长大。既然你都已经查清楚了，何必还在问呢？我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，不过我要警告你，如果你们想要伤害君豪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汤律师，是认识的，就代表我们会一起做坏事吗？我觉得你逻辑有问题。要不是看在马阿姨的份上，我早就跟君豪说 Ella 在她的饮料中下药，所以你们还是马上收手，要不然我就报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我怂恿 Ella 下毒谋杀亲夫？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，我太佩服你了。你应该去当个小说家，何必当律师呢？太浪费时间了。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你好自为之。哎，是你呀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放心吧，今晚的事没有人会知道的。没想到你就是那个富二代简君豪的前妻。听到你们离婚的消息后，我还一直对你念念不忘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。哎，喂！谁？马姐，鬼鬼祟祟，电话里面是什么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拿出来给我看。电话是我的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听到没有？我说给我啊！可以啊！怎么会这样的？这是一场意外，没有想到会发生的。都是我不好，因为我肚子饿了，就吩咐马姐给我煮面，结果害她摔破头了。她怎么会突然摔破头的？因为她最近感冒，身体不舒服，可能是吃了药，整个人迷迷糊糊的。要是我知道她身体那么虚弱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操劳的。当时有谁在场？我听到了她的叫声，才赶到楼下去看，结果她已经不省人事了。有其他人在场吗？好了，不要再问了，他已经很责备自己了。总之你放心，我不会让马姐有事的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会把她治好，可以了吗？不要想这么多，不是你的错，现在最重要好好安胎。小心！文雪啊，需不需要送你回去？不用了，我叫了车。君豪，什么事啊？我看你精神最近蛮差的，有空去看个医生。没事啦，可能是最近和一家韩国跨国公司竞标一块地买卖，很大压力。睡眠又不足，等整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会好好休息的，放心。如果你需要帮忙，可以打给我的。那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小心。
为什么不当场拆穿 Ella 的假面具？无凭无据，怎么拆穿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妈姐来找你没多久就受伤入院了，你自己也说过，她住在那间房间已经有10几年了，怎么可能会在自己的地盘跌得头破血流的？照我说，一定是那个女人心狠手辣。简俊豪如果不防这点，恐怕下一个就是他了。可是现在，俊豪一切的重心都放在 Ella 还有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无凭无据的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。怕什么？我们有的是证据，吴家明跟 Ella 暗中会面的照片，还有他们小时候的关系。你为什么不直接给他看？这些东西只能证明他们有私交，并不能证明他们真的在策划不利于俊豪的事情。更何况我是他的前妻，俊豪可能又会觉得我怀恨在心，出言重伤 Ella， 到时候只会自讨没趣。唉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你就等着那个贱男被毒死吧。我也希望，我是想太多。随便你了，反正我对你那个前夫一点好感都没有。至于他死活，与我无关。好了，别说他们了。莎莎，我妈真的没有联络你？没有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她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根本不像她的作风。莎莎，我真的很肯定，当天在商场看到的就是她。我妈真的没有联络你。你这么说，就是认为我在骗你咯？整天叫我查这个查那个，你知道我花了很多心思还有时间来帮你吗？到最后有没有跟我说声谢谢？还有事情才来找我，不是说爱情就是事业，要不然就是你的家庭，什么事情都是你没有关心过我，不关心我才算了，现在还要怀疑我，这个表妹在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分量？莎莎，你当然有分量啊。我看，在你心目中，我连表姐夫都比不起。还有，我是记者，不是私家侦探。莎莎，想用躁郁症这一点来帮他脱罪。你误会了，我的当事人没想要逃避责任，我只是尽力在帮他减轻刑罚而已。请你试着替我的当事人想一想，他从小生活在一个暴力的家庭，再加上他曾经眼睁睁看着他的妻子惨死在他面前，这些经历导致他的精神上有非常严重的困扰，这件事件才会变成一个爆发点。这世界上因为遭遇不幸而失去家人的人有很多，可是就因为这样而去伤害另外一个人的话，在法律的面前，他依然是犯罪了。阿福知道他有错，他不会逃避法律的责任，加上这么多年来他奉公守法，履行了好市民应尽的责任。我们是希望你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。这件事我也跟我的上司聊。可是最后决定还是要交于法官，我相信你们非常清楚。我们了解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是不是在怪我这么早就认输了？当然不是啊，幸好你设想周到，要不然我也会一头栽进去，帮不到阿福，反而害了他。只是我觉得有点好笑。走了一大圈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我知道以目前的状况，认罪是最好的选择，可是我心里还是很纠结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可能从小我对于法律的概念就很单纯，祝好人清白，送坏人坐牢这句话就足以涵盖司法原则。可是我当了律师之后，我发现，其实事实未必是这样。有时候，好人也得坐牢，坏人却可以逍遥法外。正义女生的天秤不会永远平等的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双方的差距减到最低。那
我不是想破坏你对法律的憧憬，我只是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每一场官司，其实都是一场谈判游戏，没有绝对输赢，只有各取所需。就好像阿福的案子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也不会有谈判的筹码。刘大福的事，你不妨换个角度去想，认罪之后，他的刑期可能减少一半或者更多。客观来说，我们算是赢得体面了。也只能这样想。众人，什么事啊？真的啊？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我们可能不需要妥协了。罗志光先生，2016年3月16号中午12点左右，请问你人在哪里？我在盛明购物广场买东西。那你当时是不是亲眼目睹了一起突发事件？是，我看这名男人手拿着刀子朝我奔来，我闪避不及，手还被划伤了。除了那个男人，你有没有见到其他人？有。罗先生，请描述当时的情况。当时我看见有一名保安人员在追着那个男的，就是他，他就是那名保安人员。当时还有一名6、7岁的小男孩也在现场，也幸好这名保安人员捉住了匪徒，所以那小男孩呢才没有危险。罗先生，事隔到现在已经1个月了，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呢？因为案发当晚我刚好出国公干，这几天才回来。我也是无意间看到这则新闻，才发现这位见义勇为的保安竟然被起诉，我替他觉得不值，所以我主动的跟警方联系。谢谢你，罗先生。法官大人，我没有问题了。这一次你做得非常好。其实也不关我的事，要不是那位罗先生通过商场主动联络我的话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我只是幸运罢了。那是因为你一直都不放弃。阿福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没事啊。你在想什么？我还在想这个罗先生是什么时候在场啊？因为当时你只顾着做贼，所以你才没有注意到。我记得那时候只有那个小孩，而且这个罗先生才说被匪徒过伤，我不可能没有留意到啊。我看你最近精神太紧张了，所以你才没有办法记起所有的细节。等你恢复过来，你就会想起来了。可能吧。阿福，证人的供词已经被采纳，你不要想这么多，这案子很快就会过去。一切都是因为有你们的帮忙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说谢谢还言之过早呢。现在还剩下最后一环，美琪，交给你了。你是指结案陈词？嗯，这个案子你付出了很多时间跟精神，我相信你是可以胜任的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又不想回家，反正回家也是一个人。陪我去喝一杯吧。今晚不行，我需要负责阿福案子的结案陈词。艾薇叫你准备结案陈词？嗯，这是他一向来最重视的环节，竟然叫你负责。看来你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他才对你那么有信心。别取笑我啦，我哪有过人之处？对自己要有信心一点。别辜负他对你的期望。我会全力以赴的。不打扰你了，拜拜。嗨，梅琪，近来好吗？对不起，这么久没跟你联络，我的手机在机场掉了，联系方式都没了。这是我的新号码，再联络。喂，梅琪，你怎么这么粗心啊？竟然会弄丢电话。哦，我一时大意。平时太依赖科技了，结果一个号码都记不起来了。你最近好吗？我还好啊，你呢？
我很好啊，我现在是艾沃的助理律师。那应该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吧？他很信任我，也让我负责结案陈词。那很好啊，证明你已经备受肯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一直留意新闻，阿福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本来胜算不大，不过在关键的时刻，众人找到很重要的证人。我只希望我的结案陈词不会搞砸这个案子。怎么会？我对你有信心。安生啊，我给你的留言，你有听到吗？没有啊，什么留言啊？美琪，什么？不重要。美琪啊，那你早点休息吧。嗯。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官司有什么进展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晚安。晚安。现在可以开始结案陈词。在调查此案件的过程中，我得知了一个故事：一名15岁的少年自幼丧父，母亲患有精神病。为了生活，为了照顾他的母亲，他选择走了捷径，在外打劫。第2次干案就被逮捕，送入感化院，祸不单行。从感化院出来之后，却让他发现了这世界上唯一的至亲，也就是他的母亲已经过世。他的人生一片迷茫，身无分文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唯一能够做的，也就只是做回老本行。以上的故事就是本案的死者钱进财的过去。我跟大家说这些，并不是让你们去同情他，再或者是让他的犯罪合理化。相反的，我就是要提醒大家，让大家意识到，无论你是谁，你的背景有多么的悲惨，一旦犯下了过错，就得负责任。本案的死者钱进财，因为持刀抢劫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反观本案的被告尤大福，因为防卫过当而夺走一条人命，难道我们就可以视而不理吗？所以最后，我想再度强调，在法律的面前，人人平等。一旦犯下无可弥补的过错，就必须承担法律的制裁，无人得以幸免。今天本案的被告尤大福先生，如果轻易的被原谅的话，那就等于在助长一股歪风，以后任何人都可以以职责所在之名，轻易的夺走他人性命。所以最后，我恳请法官大人判被告尤大福先生误杀罪名成立。法官大人，我对于死者的遭遇表示同情。我也同意控方律师所说的，一旦犯法，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虽然死者还有我的当事人有相同的遭遇，不过死者选择拿起武器，不顾他人性命，夺取他人钱财，结果得到这样的一个下场。而我的当事人从未因为生命所对他的不公而有所不满，反而选择脚踏实地的生活下去。案发当天，他也是因为了保护他人钱财和他人性命而跟死者搏斗。法律原明，个人武力必须在合理的理由和环境之下量度使用。但当你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尤其是看到一名小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又怎么去衡量所谓的量度使用呢？我的当事人曾经经历了至亲被杀害的痛苦经验，所以他时刻地提醒自己，即使是一时的犹豫，也可以产生悲剧发生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当事人行为失当，不过有一点我无法苟同的就是，我的当事人不应该跟死者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审视，因为我的当事人不是一名罪犯，他只是想保护一名手无寸铁的小孩，阻止另外一场悲剧再度发生。所以我恳求法官大人判我的当事人尤大福无罪，而且还他一个清白。
一个新人来说，你刚才表现很不错，过奖了。如果现在是采取陪审团制度的话，我相信你应该可以以多票取胜。幸好现在是让理性至上的法官来定夺，那种企图动之以情的陈词，不见得可以得到便宜。我只是尽我所能，无论判决如何，我问心无愧。哦，对了，那件事你知道了吗？什么事啊？你之前不是有帮一个朋友出庭作证吗？就是虐待女佣那个 Tracy Wong 自杀死了，是今天早上在牢房发现的，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已经断气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办法揭露事实。毫无疑问，在本席看来，被告尤大福是一个尽忠职守的法案人员。先不管他的防卫行为正当与否，又或者符不符合法律所界定的规范，他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尊敬和效仿的好人。本席倾向辩方律师所说的，维护自身或者群众利益是法律所赋予每个人的权益。犯案讲求的是动机，而被告明显跟死者毫无利害关系。所犯的错实属无奈。法律维护的是体制，而体制终归维护的还是我们每一个人。当我们诠释法律的时候，应该赋予人性化的理解，而非按本宣章。因此，本席现在裁定，被告尤大福误杀罪名不成立，当庭释放。从刚才问答过程中，我们看得出来，证人对被告的私生活和个性了解并不深。试问，他的供词又怎么能够作为参考？我是被告的品格证人，只需要陈述我对他的印象。至于我有没有参与过他的家庭生活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。那你觉得我的当事人会不会做出聂佣的行为呢？绝对不会。如果我坐牢，他就可以跟我的丈夫双宿双栖。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？米奇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无辜的。明明是我跟女佣搞外遇，是吗？这种话你都相信？这都是 Tracy 自己在幻想。她怀疑我就算了，居然还虐待女佣，你说这女人是不是疯了？你看了你就会明白。至于你要怎么处理，你自己做决定。美琪，你要记住，做好人清白，送坏人坐牢，这才是一名好律师的职责。与其拖泥带水，不如斩钉截铁做一个可以争取你幸福的决定。要面对还是要逃避，选择权在你的手上。你之前不是有帮一个朋友出庭作证吗 ？Tracy Wong 自杀死了。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那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。要勇敢往前走。